今天来介绍 GD 的 Too Bad。这首歌收录在 GD 的第3张正规专辑，象征着超越传统道德束缚、社会框架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想必这首歌会非常独特吧？没错，这首歌使用的风格是 Hip Hop， 但不是很传统的 Hip Hop， 结合了 Disco 和 R&B， 而且都是比较复古的元素，像是1980年代的 Old School Hip Hop， 真正的表达出嘻哈的精神。王者的歌不需要复杂的编曲来衬托，我们来看看有多简单，用一段实体的电贝斯当基底。加上实体的爵士鼓和拍手的声音，在副歌的部分加入这个小提琴，是 Disco 会使用的。到了副歌后面，就有 R&B 的感觉。最令我意外的是，除了有 Anderson .Paak， 居然还有卡莉娜，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？此外，最让我佩服的是 GD 的创作能力了。接下来是一些细节的地方，还有整张专辑的介绍。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听我废话一下。现在频道会员正式开启喽！因为介绍音乐的话呢，那些音乐都有版权，所以影片是无法盈利的。1个月只需要请我喝一瓶水，30块就能让这频道继续活下去。目前正全职在做这个系列，如果觉得我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或是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呢，干爹干妈的任何超级感谢、抖内加入会员，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。我会开心一整天的，感谢你们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以下这段呢，其实是我个人的观点。其实我在听这首歌和看这个 MV 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。最近怎么这么常提到 Michael Jackson 呢？像在开头这里，就有一种 Billie Jean 的感觉。他们使用的乐器都差不多，电贝斯、爵士鼓、管弦乐队。卡莉娜出现在这里，在一台汽车前面跳舞，场景有 Black or White 的感觉，虽然没有完全一样 ，but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。再来这个造型，也是 Michael Jackson 很经典的 bling bling 西装外套。再来，最赞的部分来了，这个，还有这个吸气，都是 Michael 代表性的人声点缀效果。所以大部分的人呢，要模仿 Michael Jackson 唱歌，这个就是他的起手式，包括我也是。通常这个段落呢，在现代流行音乐不太会出现了。这段是以前要让乐手 solo 或是舞旋跳排舞的时候才会出现的。像 Michael Jackson 在演唱会现场表演中，为了跳月拳漫步那一段，也有这个段落。也因为有这些元素，让我更喜欢这首歌了。那我为什么会说这首歌在创作上很厉害呢？它的编曲很简单，乐器就像前面讲的那几个，但你听起来不会觉得无聊，不觉得单薄，而且还很丰富，好记。Hook 有做到 hook 的工作，让你真的有 hook 住，这是最困难的地方，也是我为什么会说 GD 依然是 K-pop 的王者。但要说流行音乐之皇，还是只有 Michael Jackson 了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吧。接下来大概讲一下这张专辑，因为是主张突破框架，所以这张专辑里很多都是比较 GD 独特风格，或是几种风格东加一点西加一点，没有一个很特定或很突出的风格。专辑里的第一首歌 Home Sweet Home， 上次有介绍过了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资讯栏的连结去看看。专辑里的第2首 Power 算是流行的 Hip Hop 风格，主要也是展现 GD 的个人特色，就是他的人声，用开头的这段旋律一直循环，当成这首歌的基底，加上嘻哈的鼓组，再搭配这个电子音乐用的贝斯，专辑里的第3首 Too Bad， 可以多看几次这个影片，哈哈哈。专辑里的第4首 Drama， 不是这首 Drama， 虽然这首 Drama 我也很爱。
OK，GD 的这首 Drama 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那一种是问我爱你爱得有多深。这首歌的组成很简单，背景音乐基本上只有钢琴，然后加上很多效果的声音，还有中文跟日文。这类型的歌曲主角会是歌词，歌词的含义是最重要的。专辑里的第5首 I Belong to You， 我会把它归类在 Synth Pop 流行电子音乐，速度偏慢 chill 一点，大部分乐器的声音都是电脑合成器做出来的，再加上一个 funk 的电吉他，加强它的律动。专辑里的第6首 Take Me 使用的风格是 funk pop， 就是流行的放克音乐，最有特色的3个元素 funk 电吉他、funk bass 和 disco 的鼓。专辑里的第7首 Bona Mana 使用的风格是 Indie Pop， 就是比较独立流行音乐的感觉。整首歌的背景音乐只有木吉他，应该是2到3把录制而成的。专辑里的第8首也是最后一首 Gyro Drop， 我会归类在 Funk 里面，拍子速度偏慢，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那个 Bass 很有 Funk 的味道。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呢？欢迎留言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，也别忘记follow我。